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种神奇的植物芦荟。它对我们的好处非常多的，例如抗炎、抗菌、抗病毒等等。其实不只是这些，芦荟呢还有很多神奇的妙用。它有什么功效呢？该如何使用和食用它，以及怎样种植？今天的视频呢，会一一跟大家分享。原来芦荟是含有75种以上的天然活性成分，还有200多种身体所需的抗物质和维他命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外敷，还可以内服。在内服方面呢，平时可以用芦荟来做健康的饮品，它能帮我们清热解毒，还可以提高免疫能力的。但是做饮品的过程中有注意的地方，如果做不好呢，反而对身体有影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芦荟的结构，它是分3部分的，包括立式坚硬的表皮，中间那接近透明的凝胶，还有就是在表皮和凝胶之间的淡黄色乳胶。看看当我们切开芦荟后，那个切口会流出黄色的液体，那就是乳胶。有研究说，芦荟乳胶呢容易刺激皮肤和肠胃道系统的，所以我们尽量少用它。那就需要处理一下，先把芦荟冲洗一遍，冲洗掉切口流出的大黄素，然后把它切断。这芦荟非常鲜嫩肥厚，把切好的芦荟放在水中浸泡15到20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乳胶所含的大黄素。接着还需要去皮，去皮的方法有多种，有人直接用刀，像我这样做；有人呢喜欢用烫勺把肉刮起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看到这晶莹通透、肥厚多肉的芦荟胶呢，就心花怒放了。这滑溜溜的凝胶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物质的。把它们先装在搅拌机的容器里，接着用搅拌机搅烂。打烂后的芦荟胶呢，起了很多泡沫，不要紧的，到最后它会慢慢的消失。再装进一个干净的容器待用。然后准备一个柠檬，先用小苏打洗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柠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，所以柠檬是对抗感冒的好帮手。再切几片柠檬，放多少柠檬呢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欢来定，喜欢酸的就放多些。然后用搅拌机搅烂，接着接入到刚才装芦荟胶的容器里，一起搅拌均匀。最后接入5汤匙的蜂蜜，接的分量呢也没有特别的要求。蜂蜜也是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能提高免疫能力的。搅拌均匀之后，这样一瓶芦荟柠檬蜂蜜浆就做好了。每次要喝芦荟饮品时呢，先搅拌几下，因为蜂蜜呢容易沉淀在底部。可以先接1茶匙的芦荟柠檬蜂蜜浆，再接入1杯温水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。芦荟汁呢本身是没有味的，而且有点苦，但是配上柠檬和蜂蜜就好喝多了。这3种食材呢都是有提高我们免疫的功能，而且呢有控制血糖的作用，剩下的可以放到冰箱保存。芦荟除了可以内服之外，还可以外敷的，因为它有消炎的作用。无论是烧伤、晒伤
皮肤发炎，芦荟凝胶都起到了镇痛消炎的作用。另外，芦荟还有美容的功效，因为芦荟的凝胶成分有很好的保湿嫩肤、淡化黑斑的效果。它除了基本的维生素抗物质之外，还含有水杨酸和侧霉素这些有效对抗炎症的成分，所以通常用来护理干燥或者炎症的肌肤，例如痤疮。它还有个功效，就是防虫。在夏天的时候，在皮肤涂上一层芦荟汁，蚊子呢就不会来咬了。苍蝇多的地方喷些芦荟汁呢，可以驱赶苍蝇。芦荟的好处这么多，值得家里种上一盆，这样可以长期使用的，因为它是多年生，种植呢也很简单。芦荟一般是采用幼苗移栽或者扦插的，大的芦荟长到一定的时间，会在旁边长出很小的幼苗来，然后分枝移栽就可以了。芦荟怕寒冷，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大约在15到35度之间，如果低于0度的话就会冻伤了。所以在多伦多的冬天需要把它搬回室内养殖，如果长期养在室内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有一定的光照就能生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刚移植的芦荟不宜晒太阳，最好呢是在早上见见阳光，过了10多天才让它慢慢的适应在阳光下成长。如果从室内呢搬到室外，也不要一下子暴晒，不然就很容易变黄的。浇水方面，因为它的叶子可以积累很多水分，所以平时如果不是太干，可以1到2周才浇水。它最怕积水的，如果排水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叶片萎缩，而且呢枝根腐烂，就会容易导致死亡了。最后是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利用芦荟外敷的话，最好是先看看自己对芦荟是否有过敏，可以呢尝试在手背上涂一小块，如果没有出现红肿、刺痛这些不良的反应才能使用的。而在食用方面呢，对于孕妇、哺乳者、小孩、消化道或者肝肾疾病的患者呢，要避免食用。如果需要购买芦荟苗或者种子的朋友，可以到老蔡的种子网站订购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